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理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那位说浩哥词儿错了，你不是任郭奸猾，不是，这回啊，李洪志也要跟郭文贵一样，也可能进美国监狱里边去吹黑管去了。骗子的结局总是相似的，为什么呢，朋友们？因为李洪志的大纪元他认了洗钱案了，而且洗钱高达6700万美元，这可是个大消息啊！根据报道郭文贵案的那个内城新闻的记者说，稍早的时候，对于大纪元的财务总监关卫东洗钱案也在法庭里边开庭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啊，以前的时候我说过这个关卫东那个洗钱的事儿，是吧？那么现在也开庭了。根据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的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就是说这个开庭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搞12个人的陪审团这个关卫东也出席了。就是说今天呢，本来是说法庭的程序是搞12个人的大陪审团来对关卫东进行庭审，而这个作为郭文贵的钱袋子关卫东呢，以前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强硬的。关卫东说，我是无罪的，我为人光明磊落，不做违法的事儿，有担当，我对我做的事儿负全部责任，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人。如果你们听到我向外推卸责任，这一定是特务的造谣，请大家相信我。开始的时候他不认，我们还以为说这个案子最终得打到陪审团阶段呢，判定他有罪呢。结果呢传来的惊天的消息是，今天根本就没给他定罪，只是挑陪审团，关卫东竟然当庭认罪了。这朋友们，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关卫东说，我两袖清风，可是这6700万美元都洗到哪儿去了？洗到山上去了，洗到这个主佛李洪志的口袋里边去了。关卫东的认罪，那就说明主佛可能连同法轮功一块儿要形神俱灭了，那这个犯罪链条就串起来了，明白吗？诸位明白吗？你们那位说为啥呀？那美国最近那个国债，对吧？那国债都那个上了那个40亿美元万亿美元了，每天美国现在付出的利息那就加起来一年比军费都要高得多。美国已经混不下去了，美国现在是口袋里边没有余粮了，地主家也没余粮，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养肥了杀呗，那有什么怎么办的呀？先抄郭文贵，再掏法轮功，骗子不就是仓鼠吗？对吧？把那个弄来的骗来的那钱都藏到自己家的那个老鼠洞里边去了。那个美国政府那么掏老鼠洞，那美国政府是把好手啊。大伙儿明白了吧？哎呀，主佛这回在山上，这是坐不住了呀。关卫东认罪了，辩方表示，关卫东将就一项罪名认罪这个 1956H 是美国联邦刑法中的洗钱共谋罪，也就是同意并参与了洗钱计划，而不一定要求亲自完成每一笔洗钱交易，这是关卫东案的核心指控之一。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原定进行的陪审团挑选工作实际上结束了，不用陪审团了他自己就认罪了。
这几天呢一直在进行陪审团的遴选，结果今天突然出现放弃大陪审团的起诉，说这是一套非常典型的联邦认罪的程序，对大纪元意味着什么呀？截止到昨天，黎文雄就是在越南负责洗钱的具体的那个人已经被引渡到美国来，他已经认罪了。关卫东仍坚持无罪，检方准备开庭。截至今天，黎文雄认罪，关卫东认罪，也就是说本案的2名被告全部认罪，检方无需向陪审团证明案件。为什么突然认罪呢？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个具体内容，但常见的原因包括检方的证据过硬啊，说这个共犯黎文雄已经把他给招出来了啊，然后呢，关卫东死扛也没有用了，希望量刑减轻，避免审判被判个无期徒刑的风险。因为关卫东岁数已经很大了，就跟郭文贵一样啊，只要是判超过20年，基本上也就在监狱里变成盒才能出来了，所以他认罪了，要跟检方合作认罪了啊。因为检方这边有50台电子设备，900 GB 的证明，90多个银行和加密账户的这个货币账户，28份越南语的账本，黎文雄已经认罪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直以来李洪志大纪元一直强调关卫东无罪啊，现在呢已经认罪了。哎呀，这个事儿对于在山上的主佛来说晴天霹雳。问题是你想一想，他认罪的背景是什么呀？这6700万美元都你自己花了吗？那显然不是啊。认罪的前提就是我认罪，我洗钱了，我是为谁洗的钱，这个钱洗到哪里去了？洗到李洪志夫妇的口袋里边去了呀，那怎么办啊？李洪志怎么办呀？我问你啊，关卫东是李洪志的手下心腹，对吧？李洪志没有理由不知情啊，因为洗出那个钱都进了神韵艺术团、飞天艺术学校啊。李洪志现在已经傻了。现在的情况是尚没有直接起诉关卫东，但是关卫东的认罪就相当于把这个罪行指向了李洪志。下一步法庭是不是会把李洪志夫妇追加为被告？这个几乎是板上钉钉。那李洪志怎么办？哎呀，美国其实要的是李洪志的钱，并不是要李洪志的命。大概率的啊，我个人认为啊，大概率的李洪志会把这么多年来敛的这些财富、骗的这些所有的钱，全一股脑的让美国政府给掏干净了，而且对他进行巨额的天价的罚款，得让李洪志啊把他得倒起来啊，就是倒过来，把他所有的身上的这个钱都得给抖搂干净了。各位，因为美国的法庭的证据太充分了。这个关卫东呢是大纪元的前 CFO 啊，就是大纪元呢这些年来呢一直收入呢反常的倍增，说一年增长4倍啊。其实呢根本不是所谓的大纪元的报纸卖了多少钱，大家美国人都知道啊，那个大纪元的那个破玩意儿跟废纸一样，天天往你门口投，没人看，全直接扔垃圾桶里边，根本没人掏钱，而是他因为洗钱，而且呢他呢是利用这个法轮功人员的身份证进行跨国洗钱。不是，那位说他这个洗的钱的来源在哪儿呢？
绝大多数可能是这些法轮功信众的，在世界各国的这种对主佛的李洪志的孝敬吧，就是骗来的那些钱。然后呢，他没有正当的科目入账，那个神韵那个票也卖不几个钱，这些钱怎么洗到李洪志的兜里边来呀？通过加密货币买加密货币，然后呢弄到美国来。现在的问题是，关卫东选择对银行和美国国会撒谎关卫东面临80年的联邦监禁。关卫东别说80年了，20年就跟那个郭文贵一样就变灰了。所以说李洪志呢是相当的震惊我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这对李洪志是致命一击好吧，李洪志马上在那个法轮网就开始登经文了不要被个别人误导，以法为师，为法律诉讼事项正发正念目前我们正面临几项可能有损于法轮功真相和扭曲法轮功学员群体声誉的法律诉讼，而不是一个几项我们鼓励大家为清除另外空间的恶念安排和干扰而发正念，同时继续保持正常的学法修炼讲真相。另外空间的好吧具体而言鼓励同修们于美国东部下令时间上午11点一块发正念，诅咒美国的法庭意思吧然后呢特别强调要求我们不以任何人这个不要用这个个别人的名利欲望影响法轮功的声誉。他说他现在李洪志是在甩锅，你听明白了吗？李洪志在甩锅，说这都是关卫东个人的事情，跟那个法轮功无关但是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那首谶语念了6年，把郭文贵给念到美国监狱里边去了。那么有人说，那你赶快念念，把这个主佛也给念进去吧，不用我念法官就给他念进去了。你见过这种宇宙的传奇吗？不要说地球传奇，从来人类没有过。你必须得要端正你的思想。人修炼的目的就是去掉你的各种爱情兄弟姐妹之情就得抛去你这个情。没蛋的关系。七哥真的见过很多次 UFO， 不是1次2次。可是你在国内借了很多钱，你不给人还了，人不让你走就举这个例子七哥13岁到苏联去倒卖飞机、直升机、坦克了。你欠下的债你不还，要出国了。给脸不要脸，这种人非骗即坏。你这个法轮根子在我这里，我这根子扎在宇宙上，你不信你叫他动一动。那都是瞎忽悠瞎骗的，凡是在人间讲神间讲神话的，你全都该死，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病。我们今天就是把你身体上的那个病灶全部给你拿下来。这个老不要脸的，还有人支持他，你这个不要脸的。你说中国人要不被骗，怎么谁被骗呢？把他扔到狗里边去，犬绝了他。破坏大法可是要命的事儿，我说出来你可能会害怕，我们也不讲这些事儿了。如果你有资格跟习近平坐在一个桌子，待过一个屋子里边，你有资格说的话。我本人多次。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你根本就胡来了。用得着吗？我知道多了。我现在我可以准确告诉你，习近平在哪儿睡觉。他今天晚上不在中南海。都是小能小术，啥也不是。我今天第一次告诉你，我不相信任何教，包括佛教。你什么都得不到。阿弥陀佛。发现这个智慧太伟大了，就像七哥这个赢了 SEC 一样。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机器列发展到什么状态？600亿美元，其他的最起码几千亿吧。
你欠下的债你不还，这个智慧太伟大。出大事了啊！你就造谣吧。你的公柜在纽约的曼哈顿豪宅里被 FBI 给带走了。你就造谣。郭文贵对着视频直播说 ，FBI 从来没调查郭文贵。你不信你叫他动一动，我这里明天我地震了，你看这塔还在晃呢，看到没？塔在晃，地震了，地震了。骗子的结局总是相似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